好，卓荣泰说，好了，你们砍我的预算，删减我的业务费，补助地方，不设弱势福利部分，其他我都先冻结50%。哦，那地方当然就叫了，张立善就说要摊判所有地方政府啊，什么冻结我们50%。黄伟哲说，就是你们乱砍预算，所以呢，种的恶因啊。新北国民党团议会了，新北议会的国民党团就会说，苏巧慧赞成吗？苏巧慧不是要来选新北市长吗？他赞成吗？那内政部长刘世芳说，我没钱就是没钱呢，我就要砍你们50%，那没办法，我没钱了。我们看一下。我们没钱就是没有钱啊！脸上写的全是无奈，因为蓝白联手砍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对地方政府各项补助部分先冻结50%。地方政府会不会觉得这是个急要的了哈？通常我们都会先赶快调整，说它是急要性的预算的话，要赶快执行。中央这一季反攻引来地方反弹，尤其6都又是补助大户，若以计划型补助款来谈，高雄497亿，新北474亿，台中也有390亿。若冻结一半，影响所及，从医疗、交通到文化等各项重大建设都受影响。这个恶因就是因为蓝白砍掉这个总预算以及补助款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其实应该蓝白要负最大的责任。地方的建设不应该成为中央政府的政治筹码。立法院并没有冻结中央给地方政府的补助经费，因此还是请行政院按照已经核定的计划和期程拨付补助款。这行政院被删除或冻结的预算主要是部会的业务费，并不包括地方的补助款。我们地方政府会善用每一笔的预算，尤其6都里面有4市是蓝营执政，也被认为报酬意味相当浓厚。今天来花季，好，那马上就要过年，明天又是年假的开始。如果今年的预算比去年增加，还不能补助地方政府所需要的预算，相信民众不会认同。而台中市主计处说，今年度总预算都已分配执行当中，恐怕严重冲击台中市各项补助计划推动，希望中央审慎评估。至于具体冻结哪些项目，行政院说等过完年各部会才会进一步盘整，目前以不影响弱势社福外的预算为主。来，志涵。好，刚刚那个刘部长他说没钱就是没钱，到底有多没钱，我们就算给大家听哦。原本内政部主管相关的机关，总共呢包含内政部本部，还有呢像是这个建筑研究所、移民署、警政署等等，全部加起来，总共编了1507亿左右。那最后呢，经过删减，剩下1495亿。好，他们还有1495亿，就删了一点点而已。对，然后后面还有一点点的尾数是关于像水电费或者是业务费、媒宣费，但是呢，地方补助应该都没删嘛？没删，对，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把那个数字拉出来了嘛。委员会跟院会里面删除的，原本他们编了1507亿，现在还剩下1495亿。如果再删一点点对，然后如果再加上那些统删的，包含业务费删了60%，然后呢这个水电费也有一些删减。这样子，零零扣扣加起来可能20-30亿左右也不到，所以它至少还有1400多亿可以运用。但他们满手的现金，然后现在一直在哭穷，我真的觉得每个都是影帝以后，包含昨天像是那个行政院的发言人出来说，来大家看到这边本来是那个手语老师的，但因为现在我们真的没有钱了，所以呢那个手语老师我们也请不起了。那事实上他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钱可以使用，并没有全部被删完。那我们要再说，像刚刚费委员有提到，这次的总预算真的灌水灌得太严重了。我们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么刚刚费委员说，过去的总预算是年年高升，现在这是步步高升。蔡英文总统的最后一任，然后他的最后一年的时候编到了2.8兆，2兆8818亿元。那么他接手的时候呢，马前总统给他的那个预算是1.9兆，所以你看到他2任的任期就已经差了快要1兆了，所以这个预算的暴涨的状况是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去看那个曲线图，它原本都是这样子，结果到这几年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曲线是陡升的。那灌水的严重是在于哪里？这个赖清德总统呢，他已经在蔡英文前总统很高的水位上，再往上再垫高了。所以原本他编了3兆1324亿，不过在野党大概删2000亿左右，那有部分的冻结大概顶多1000亿，而且还有1000亿是台电的。对，好，对。
其中的1000亿还是台电。好，那当它水位降下来之后，大家知道吗？还比蔡英文总统的还要高，还是史上最高。它原本已经是史上最高，然后它现在降下来，它还是史上最高。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像内政部它还是有满手的现金可以使用，可是他们变得很奇怪，他们明明可以做很多事，可是他们现在说他们一件事都做不了。那到底为什么这个总预算会遭到这样子大规模的删除呢？其实，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像数发部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定位在哪里的一个部会，所以它里面的很多的计划都重复的编列，包含跟卫福部一样，或者是跟内政部一样，或者是跟这个他自己有个数产署，他自己的部跟他自己的2级机关的计划几乎一模一样，然后你不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要做的东西也不清楚。又比方说那天这个黄部长他出来说这个海底电缆有破损或者是毁坏的状况，然后呢一直要牵扯到说是因为总预算被删减的关系，可是最后他才坦诚说这个是自然劣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政府几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只会造谣不会做事的政府。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行政院的新闻传播处它竟然有5000多万的预算，5000多万非常非常高，每天开那样子的记者会，而且还不是每天开哦，1个礼拜大概开1次，开这样的记者会，但他们做了无限的图卡来造谣抹黑在野党。重点是，如果说这么多的这个预算，难道这个立法院不用监督吗？难道行政资源空有行政资源而是不受监督的？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的民主吗？所以那时候说那马祖那个电缆断了，我本来想说是老公搞的，他说不是，是我们自己劣化。我就想说不要预算的时候就是老公搞的，要预算，我现在需要预算比较多了，我需要维护啊，就说是我自己自然劣化。的确是这样，而且我们看到各部会呢，在这一段期间来。他们忙着呢，不是说在审预算期间的时候，跟委员们积极的协商啊，而是呢就开始制作各种各样的梗图啊。农业部竟然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曾经有说要把那个预算呢删到只剩1块，所以我当然可以讲，连这样子都能够拿来做文章，去污蔑在野党，我觉得这政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匪夷所思啊。而各部会的这些的非常光怪陆离的说法里面，我觉得文化部部长李远啊，实在是非常的，我觉得他讲话讲的是太过头了啊。他说文化部的这个预算被删，是台湾的这个主体文化建要大功告成的关键时刻被下毒手，而且预算被删的真正的原因是台湾文化在国际被重视。我觉得讲这样的话呢，真是其心可诛啊！就是我们看文化部被删的内容，它里面呢包括就是台流文化黑潮，它这被删的3个计划案里面呢，都是几亿的计划案啊。这3个计划案里面，其中有2个各被删了1000万，有一个呢被删了2000万，一个几亿的计划案，不过被删了1000万、2000万，难道台湾的这个文化就不被国际上所重视吗？然后被删的比较多的是台湾 Plus。台湾 Plus 呢，它编了10亿300万，它被删了2亿，然后冻结了30%，然后就说我们在国际上面呢就没有办法发声了。但事实上呢，台湾 Plus 在过去3年来，它在国际上发生了多少？没有啊，它在3年内，它的 App 的下载量呢只有17万，就是看台湾 Plus 的国际友人到底有多少，是非常打一个大问号的。可是李远部长呢，却讲出这么重的话，我觉得这个文化部长李远，对不起呢，文化人小野。小野他过去的作品啊，不管是《永之声》啊，他有很多的这个创作呢，他是充满着大中国的情怀的哈。我们不要谈在年轻时候的创作，他在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在推动新电影方面呢，非常的有成果啊。然后，难道那个时候的新电影文化不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吗？不是我们的电影文化在世界上发光发热的很重要的一环吗？为什么那个时候在国民党执政之下，你们推动新电影，那个就不是台湾文化被受到重视呢？为什么现在在民进党执政之下的你们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不管是黑潮计划等等，才叫做台湾文化被重视呢？我觉得李远今天讲话讲得这么的重，他有没有问文化人小野？你这真的是秉持着你的文化创作良心说出来的话，还是你被意识形态和这个绿色的官位来
阻挡了你自己在评论事务上面的艺术良心呢？老沈，我觉得预算案过了以后，真的是哀鸿遍野。那各部会首长都是比赛谁会叫苦，没有人敢缺席哦，因为他们都是聪明人了，他们晓得总统跟院长的主调既定以后，没有一个人敢缺席叫苦啊。你叫苦，你这个部会就是不够认真的。那现在您刚才都提到过了，比如说你现在跟原来蔡英文最后的预算决算比较，你多了那么多啊！你现在砍的是看到那个多出来的案子呢，还是新旧都有被砍到，就没人知道。还有你砍的是金额跟百分比，这个也很多，这个就给人家一个误会了，因为你这个分母一大，乘的百分比就不一样了，出来的数目字就不一样。比如说讲到刘世芳讲说这个周恩来也讲，我地方补助砍了一半。这个就很奇怪了。你简单的数学，比如说你现在通通加起来，台电不算，这砍了多少？是个位数嘛？1000亿啊！哎，是个位数，1000亿多一点。那你们再也怎么那么厉害？你这个位数砍到总额的个位数，变得到了地方的部分变成一半，对不对？变成一半，这个就是周恩来故意把它变成那个地方的，所以他们这个各部会，这大家不约而同有一个默契，就是我们现在要讲，我们这个伤到谁一定要讲到伤到那些会叫的。如果我砍到你，我说我砍到你，但是你不会叫，我就不会讲了，没用啊，因为我要砍到你，没有砍到，但是你会叫，我就砍你，因为让你要叫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美国总统在选举的时候，候选人之一如果有人撒谎，不到辩论会结束啊，就已经有人讲那他是说谎的，对不对？你知道吗？辩论会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国会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就是说第三方非常公正的人。当类似的情形，不管来自在野或是在朝，如果有人这样非常离谱的撒谎的话，应该不是你来我往，你来我往，辩个没完没了，就看谁的口才好，谁就可以把舆论扭转过来，不是这样。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团体说，他刚才那段话是错的，不是应该这样，这做得到嘛，对不对？老沈因为刚刚一直讲这个，对了，就是我是删你3%，加上台电6%，然后呢，你地方去冻结50%，就过头了嘛。但是一般人都碰到数字都很讨厌了。那比如说，我再讲一个数字好了，今年比去年预算多了9%多嘛，多了9%多，它就加上台电不36%多啊，那不对不对？但是就叫死了哇，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了为什么？那你柯建铭那时候为什么不协商呢？我不协商，我一个人这个跳水上芭蕾可以独白38分钟，就是不要跟你协商嘛，就是不要让你很多项目拿掉嘛。然后呢，为什么？然后我就可以中间挑1-2个比较奇怪的项目来骂你嘛。然后最后就是大罢免，让那个气氛觉得有没有效？有效，你不要这些拱图没有。我遇到很多朋友来问我说，国民党为什么这样删人家呢？那政府这样怎么做事呢？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嘛。我跟你讲，赖清德说你砍成这个样子，我车子没油不能跑。我告诉你，大家都坚持这样不要动了，我保证车子照跑。车子他的目的不是在证明车会不会跑，他是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在这个理论论述的过程中，他占了上风。而且你现在给你的钱。不是油吗？什么叫做没油了呢？什么叫不能跑呢？好吧，我就算删掉你一半的，我刚才在想删掉你一半的业务费，叫死了。至少你头半年还可以用啊，头半年用了快没有，你就跟立法院讲，我钱要没有了，你要给我立法院会不给他吗？我才不相信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行政院说现在请不起手语老师了，抱歉，没有手语了。所以呢，别人说你是说谎，而且违法嘛。所以呢，联合报说你把弱势的人拿来武器化。哎呀，这个什么老农年金发不了啦，什么这个钱也没有啦，那个钱也没有啦。这个你们这些聋人要注意啊，你将来已经没有手语老师啦所以呢，说赖政府呢是在制造冲突，你故意去制造这些冲突分裂嘛国民党就说是绝标了嘛，已经绝标了。但是民进党说绝标我可以废标啊，我已经没钱给你啦那另外呢，台北社会局就
说了，好像林涛是吧？你说台北市可以帮忙，台北社会局说欢迎你来申请，他们有义务提供一些这个手语老师哈，可以申请啊哈。那所以呢，政府牺牲弱势，然后呢操作对立啊，操作对立来这个增加大罢免的这些柴火了哈。那另外呢说，就算预算被删，补救办法很多嘛。所以你现在打这个情绪勒索牌是要诉诸对立的，我觉得短期是有效的了哈，但是你长期来慢慢，你的马脚都会露出来嘛？你说不是制造对立，是用最小的杠杆引起民怨。你看哦，就少雇了一个手语师啊，谁会反弹？耳朵听不见的聋人啊，所以一个可以牵动那么多啊。你现在我说啊，你删了预算，我请不起这个手语师。那下一次的选举，所有耳朵有聋的人，就通通不投你了。你看这个效果好不好？这非常好啊！这个是不是真假的问题啊？这个是 amplifying 扩大引起民怨的效果的立场去动员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厉害不？所以我们真的请不起手语老师了，对听众朋友我们也是真的很抱歉。行政院记者会右下角黑画面配几个大字：本院新传出费用遭在野党全数删除，无法聘用手语老师，跟2天前呈强烈对比。因为被减列的费用是没有办法留用的，所以他没有就是没有了。当然是在恐吓人民啊！行政院有钱请造谣的发言人，没有钱请手语老师。政院记者会手语翻译案是委外开标，遭质疑今年度的不是去年12月就绝标吗？不过合约有载明，今年预算若经立院删减，政院得终止契约，厂商不得求偿。政院更说71万的标案并非预付款，而是每季付款，但政院仍需终止合约，不是所愿，还不是因为新传出预算遭删所致。政府会计年度确实从每年1月1号开始到同年12月31日终了，那今年1月1号到22号的手语老师费怎么办？政院说主计总处还在计算超支费用。来，林涛，我们先讲大的预算，再讲到这个手语老师的细节哦。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的 Elon Musk 他上来之后，他宣称要在机关提出预算的时候，自己自删1兆美元，32兆台币，占了14.8个百分点。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没有给国会哦，国会还会再删哦。那我们国家只删了6.6个百分点，就哇哇叫。而且我们的预算不是像他美国会关门的，我们是可以留用前年的预算继续营运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去看到为什么连这个美国这个 Elon Musk 都可以觉得政府要更有效率，那台湾有没有跟上呢？再来，我们讲到整个的政府哦，刚才提到通山939亿，通通没有什么建设的问题，水电。特别费就是所长自己发的钱呐，还有所有的我们讲的媒体业务费。然后刚才讲到1068亿，有1000亿是台电的钱，68亿通通是监察院跟速发部，通通没有重大建设。那现在还要造谣什么嘛？2075亿就本来就应该要去删减的嘛。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造谣什么。最近不是在讲说体育署31亿吗？后来总教练出来讲说怎么会删，后来发现还增加19亿耶。删掉了17万，你们有没有去跟那总教练单独沟通一下呢？因为他到最后其实态度有放软，那我们就觉得说他可能是被民进党的资料误导。这种 case 我记得黄义中嘛，对，黄义中就跟他解释，他讲你讲的不是事实啊，对，就跟他讲，直接要去看他，直接来跟他互动。上哥，我跟你说，连吴沛忆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他自己都在他的脸书这样写，所以我觉得说难怪民众会误解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恶质的造谣了。对，然后我们删的17万是官员的出国费用，跟球员无关。那昨天更夸张，台大儿医的施景中，我真的要讲。他竟然对外讲说，他朋友给他资料，他就在脸书写说，儿童医疗被删了114亿，后来发现根本没有这笔钱，就自己删掉了，造谣翻车，然后不愿意道歉，几次了？我查出来，他总共5年，每1年都1次。过去什么名医、名导演要恐吓这些在野的人，我们被恐吓多少年了啦？现在不怕了啦，欢迎来，因为民众看得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回到这一次的手语预算。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我先讲，他被删除了1000万，他被冻结1000万，他只要向立法院说明他有2000万用，他不去说明，他直接先砍向基层的员工3节奖金。你把钱留在赖清德的口袋，你先砍基层，然后行政院也是，
你在这笔费用新传出总共5000多万的预算里面删掉你98%，你还有103万，这个标案只有71万，你当然付得起呀。而且什么？而且今年度用这个标案已经用了6次，第6次，那你前面5次都用，你不给人家钱吗？你当然要留用嘛。那讲到预算法的第一类别，业务费是经费可以留用，就是可以用这笔钱的，他偏偏不用，他直接牺牲基层身心障碍听障者的权益，让大家看不到。所以我才会在脸书写说，好，退一万步讲，你标案你不给钱，你不留用，那你可不可以去找台北市社会局？因为社会局里面不讲个人跟机关吗？那侧翼就讲说没有啦，个人要3天前才能申请。我们很多人都打电话给台北市社会局说，请问如果行政院因为是辖内台北市辖内的行政各级机关，他有需要可不可以用？他说可以。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一个行政院，他不失所有的机制，他只想要跟这个在野对干，然后对干过程是怎么样？是牺牲基层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发言，林涛这个说法有点怪啦，就是很像说，今天节目单位没有给我车马费，然后我跑去跟乃金姐说，可不可以把你的车马费给我？这样怪怪啦。说实在，你该给你就要给嘛，你不该砍的预算就不要砍。那这次这个手语是这个所谓的业务费啦，那业务费跟一般这个民众啊，跟这个公务员他本身的这个薪水，其实不同的业务项目啦。那尤其这一次啊，我要跟大家报告，其实一直在讲留用2个字。过去不管是在蔡政府或马政府，或是更早是陈水扁政府的时期，其实这个预算通常是统删之后再来做一个挪用跟留用。可是这一次啊，立法委员这个国民党人都非常聪明，都要写一条就说啊不得留用。那不得留用，比如说这个预算即便是多出来了没有使用到，它也不能转为其他预算科目使用。所以这一次对我们来说，这个预算被砍得乱七八糟之后，真的很难做一个云支的动作。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说，这一次应该算是史上删最多，那也是冻结最多预算的这个时间点啦。那大家就会说，其实你明明冻结还是可以使用啊。可是因为他们每次写这个冻结的提案单后面都会附注一句，就是说啊，你必须要跟院会报告，经由院会同意之后使得冻结。本来就这样啊，不是，前提是现在的立法院多数是蓝白嘛。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几乎是焦土政策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会把这个冻结的预算打开呢？这就是我们担忧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最严肃、最严格的方式去审视这一次的预算，很有可能这些被冻结的预算都没有办法使用。那当然，我们必须用这个作为前提去看。那所以为什么现在说中央政府不敢给地方政府钱？因为如果我先拨给你了，结果这笔预算没有解冻，那我怎么办啊？我要去借钱吗？跟银行借吗？我要举债吗？我要让后代的子孙背债吗？一定不可能嘛。那所以这些问题都在前面，那中央政府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我们当然是不能够随意的说啊，我们现在这个预算就随便冻结。对的，我也想过了，说民进党可能是他现在把冻结都算是删除嘛。对，那么他也不是没有可能冻结。最后给他解冻，也不一定全部会解冻，但在这种情况，你就要去沟通嘛。那你现在民进党通通不沟通，我就不懂什么意思啊？你部会也要沟通嘛？可是删完了没有办法沟通。不是，你还是讲你要解冻还可以沟通嘛？部分占很大。你解冻的部分还可以去沟通嘛？所以这个钱你不给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运作下去。你说他讲有道理，我相信蓝白也不敢，媒体也在这边嘛，有舆论。那你通通不沟通，你从开始就不沟通，我就不懂你赖清德在打的什么主意嘛？其实打的主意很简单，就是大罢免嘛，就是我不服现在朝小野大，所以呢，我就是不跟你沟通。那你至于问问柯建铭，他为什么一次协调他都不沟通，这边独白后来就结束了，不很可惜吗？浪费他的时间，他什么意思我也不懂啊，南京。不是他。这个就对于民进党来讲哈，他们现在呢跟这个民众解释的很多都是除了谎言以外就是似是而非哈。在立法院，凡是当过这个立委的人都知道，我们跑过立法院的人也知道，其实他如果说真心的要删你这笔预算，他就删掉了哈。然后呢，冻结了在这次的审的预算的过程里面呢，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其实他就是要逼这些行政机关呢来跟立委做沟通，然后你要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些是要看他实际上执行的成效，然后来决定说这个预算呢要不要解冻。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个过程哈。行政院也不是不知道，这个行政院呢很多的官员呢
呢，各部会的官员也都是老手哈，但是他们这一次呢，似乎呢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啊，把所有呢被冻结的都算在删除的里面，然后拿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呢，再来去迷惑这个所有的民众，他们根本没有心要解释啦。然后呢，就算呢你到后来呢被冻结的预算解冻了用的时候，我觉得民进党也没有准备要花任何的心思去说服。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啊，在这个谎言漫天的飞舞的情形之下，还是要极力的去戳穿这些谎言了。对，要说明清楚了，就是哪些是假的手语啊，不是这样哈。这个老农今天不是这样，就你不要讲清楚了。徐校长回来。好，柯建铭说国民党都不协商，在讲什么？谁不协商？当时是你自己呢都不去协商，然后把那个时间浪费掉。什么叫做国民党不协商呢？而且叫韩国瑜哈，我们都把你们罢免掉了，到时候立法院你也当不了院长，你最好在美国不要回来了哦。结果呢，韩国瑜也回来了。那说我到美国每天睡眠不足，起得比鸡早哦，然后呢这个跑得比马累哦，怎么吃饭又不行，因为大家都要叫他签名，所以会合照。所以常常一顿饭吃起来也没办法哈，所以后来还跑去这个在路上去吃个饭哈。那柯建铭说，因为民进党立委对罢免案好像不够积极哦，看你柯总召一个人在玩，出了几个哦，许志杰啦林俊宪啦比较积极，所以柯建铭发布超甲级的甲级动员，还有这种东西，甲级动员，超甲级的甲级动员。蓝白绝对死亡，把你们搞死。白有什么死亡？白他根本没有区域立委啊，都是不分区啊，也不会被罢免啊。不讲些什么哦？我就不觉得他讲话就有点奇怪。说我现在大罢免要烙印在人民脸上，是请求也是命令。就你些民进党的委员，我拜托你们，也是命令你们给我做哦。我党团总召听我的话。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说：“爱台湾的人没有理由不参加大罢免。”哦，过年的通关密语就是恭喜发财，罢免书拿来。这听起来不太吉利，有没有？哦，因为呢，他说这个民进党现在是带头发动哦，而且呢，你们这些立委后面都有议员，都有里长，都有地方人士，全部动起来给我，把国民党立委都罢免掉，甚至有办法把民众党立委罢免掉啊。那本来是说。因为国民党的那个加严版选法是加严版就要身份证了哈，那说一直没有送出来，所以呢，国民党委员说这有点失误，一直不送也不行，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国民党团请立法院，就是请立法院秘书处赶快把选罢法加严版送给总统去公布啊，因为他们原来是怕了啊，就是你公布又送去市县了，什么搞了个半天以后又无效了啊，因为民进党招就是这样。哦，他们本来是想说那个宪法诉讼法通过了哦，然后呢，这个过了以后呢，你大法官就不能随便解释了，其实这个意思了哈。那国民党现在就锁定哦，这个罢免吴沛忆、吴思瑶来反制哦。那民进党说呢，他2月3号要送联署书哦，其实2月1号才开始合法哦，但是他不管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罢免吴思瑶。所以到吴思瑶的大本营去哈，所以1小时就破100份啊，就破100份。昨天就有收到他们400份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青年啊也启动叫灭世罢免计划。那王世坚说王世坚跟建商有关啊，有建商背景啊，所以呢这个罢免他啊。那郭正亮说有4个人，这4个人呢就是罢免最积极的，都在绿的出资的选区啊。蔡易余在嘉义县不怕被罢免，许志杰在高雄也不怕被罢免，黄捷在高雄也不怕被罢免，林俊宪在台南也不怕被罢免，所以呢，怕的人不敢出来出头，这些都不怕的啊，每天很积极要罢免，因为他自己不会被罢哦。那吴子嘉预言说呢，不可能罢免啦，到最后你看好了，因为他们做民调。
70%几人都反对罢免嘛。我们看一下。立法院长韩国瑜结束访美行，刚回到台湾，副院长江启臣已经等在那里。韩院长，还有韩粉特地前来接机，直接韩国瑜拱手致意，便快步离去。毕竟祝贺团一行在美国这几天马不停蹄。每天睡眠不足。结束田野行程，终于可以暂时休息。只是民党团已经预告，将会把全台大罢免送给韩国瑜当作新年大礼。但上个月3读通过的家宴版选罢法，至今却仍案在立法院里。即便选罢法在2月这个1号以后来经过总统来公布生效，但是它还是要适用旧法，暂时不要知请总统公布。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解释起来可能有点这个失误。就把分批处理的决定，已经让蓝营错失良机。因为当初规定连署要附身份证的家宴版选罢法3读通过之后，国民党团为防被与宪诉法绑在一起，发函咨请延缓公布。如今就算即刻送交政院，恐怕也赶不上大罢免。会不会在年假之前送出立法院？目前我们还在做审慎评估。只是上个月为让家宴版选罢法通过，蓝营可说倾尽全党之力。立委就职都还没满周年，在台北部分社区内一封封罢免宣传单已被大量塞进信箱内，要叫民众如何罢免蓝营立委。但蓝营不想坐以待毙，反制性罢免行动也开始进入各选区。地动山摇，罢免吴思瑶。喊出罢免吴思瑶，泛蓝青年代表摆摊征求意向书，23号在北投荣光公园起跑。吴思瑶，不要再造谣，您的存在造成了立法院大造谣时代的开启。老师，你认为罢免结果是怎么样？罢免是这样的，现在我觉得嘲笑也大，什么方法、什么杯葛、什么你来我往都不会有结果，所有的目的都在造势，都在营造2028年所以呢，现在既然非等到2028不可的话，这过程中所有的罢免其实都是假的。那我修理许志杰，我就点名指姓许志杰你最好笑了，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是南冷北热，当然这个南边的人很稳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目的就是要把这北部台北市跟台中市，他们看准的台北市跟台中市的新北市啦也有了。新北市是国民党要把这个叶元之还有这个高雄的这个黄捷。所以不一样就整体气势来讲，是绿的比较热衷，他们也不是真的。我觉得他们原先的理想中的目标，就是一下子大规模罢免，把这个嘲笑一代拧过来。他们也晓得这个不可能了嘛，所以现在一直在讲大罢免，你们就上当了。你们要把它修成是局部性的非经典罢免。为什么这个罢免是很奇怪我们要罢免一个人，就说我们选错了人，这个人不称职，对不对？所以才有1年的观察期的。这个不像是的是立法，立法你立错了，自爱难行，马上就可以复议，马上就可以复决，对不对？但是罢免为什么要等1年？就要看你不行才能罢免但是你看许志杰有一个那个9宫格有没有？他列了9个他认为应该要罢免的，3个是什么？三卡都那第二个3个是什么？当选票少，赢不了3%第3个是什么？仇恨值高这3个都是全世界各宪政立法的国家，有哪一个说这3个许志杰的这3个要罢免是罢免的条件？你告诉我，这个不是罢免。国民党你要从根去跟他斗，你不要去讨论到底叶元之行不行，不是叶元之的问题叶元之蛮冤枉的。我觉得也不是他以前的老板吴思瑶的问题，我觉得吴思瑶做一个党鞭很称职对不对？吴思瑶有什么好骂的？现在要管你称不称职嘛，只是罢就罢了，还管你称不称职。所以这根本源头不是称职不称职既然不是称职不称职，就不是罢免了嘛。你说讲叶元之他那天在讲嘛，他是1月13号当选的，2月就开始罢免他了，发动了啦。你看我再回来讲柯建铭从政30多年。做总召做多久？做20年有吧？他现在的言论是典型群众运动的言论
搞的 speaker 做了20多年，照理应该讲做院长的，只是民进党不相信他。这样的人现在的言论100%群众运动，你看这不是一个从政人员最大的悲哀吗？所以你好好看这条路，你看你是很优秀，马上很轻易的可以走上类似他这条路。但是到底一生这样下来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是值得慎重思考。老沈每次对我们来我们节目的好美女，不是我刚才那话对陈志涵也适用啊。美女，第二个呢，这个从政，因为我们节目都是从政的嘛，都劝他们说，哎呀，这条路不能走，小二，那他已经走进来了，你怎么办呢？不归路啊。他们算是幸运的。就是幸运的才觉得可惜，这也是一条不归路，你知道吗？对，真的，一进来就是不归路。你听到没有？不是我讲的，他说你不归路啊。对，政治本来就这样，他就这条路都是不归路啊。真的，我有点惆怅。不归不表示说不能走下去的，就是不能回头了。迷途不知返，回头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回头了。人生没有回头路了。对，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在去年的大选前夕，总统、副总统立委选举前夕呢，然后呢，检调大张旗鼓6路去搜索，约谈了台北市41个里长。那个时候呢，这个本来就我也到地方去啊，宣传车啊，跟地方人士拜托那通常里长会出来的。就到了一个里以后呢，他们就跟我讲说，里长今天不敢出来，因为他被约谈了，吓死了，出来都不敢出来那所以呢，41个被约谈，那说他们呢这个接受中国大陆的落地招待，他们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好啦，那时候大张旗鼓啊，搞得风声鹤唳啊。然后现在呢，41个里面呢有20个当时就没事了，大概也没什么怎样。这个21个呢，好像说他们涉嫌反渗透法，结果现在通通不起诉。一方面选举也过了，反正赖清德当选了嘛。一方面呢，证据也不足啊，说呢，这个负责招揽他们的2个人，并没有明示或暗示其他里长投票支持特定的人，也没有证据说有影响他人投票意愿，也没有主观犯意。就算有少数里长回台湾以后参加特定政党的活动，也是个人的言论自由，所以21个人罪嫌不足，不起诉。今天宣布不起诉。事实上也是，今天谁影响谁啊？爸爸都影响不了儿子，里长就能影响他里民投谁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真的是不可能啦。来，洪泰兄怎么看？现在的投票行为，刚才讲说，不要讲说这个里长要去影响这里民。刚才张老师讲的，爸爸可不可以影响到儿子，都还是问题啊。我想这个可能就是选举的时候，那些检察官拿这个题目啊，来炒点新闻吧我想这个类似这种被起诉案件，几乎每次到选举都有我们回想这10多案都有但是现在要影响，其实也不要靠这种理由你在现在你的脸书啊，你的很多的这个社群的软体啊，都可以。现在沟通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个题目的题目但我觉得我还是想谈谈大罢免我在前几节里面我们这个节目在讲说，立法院还会吵闹，至少还一个会期，因为刚好碰到大罢免大罢免。这次我是觉得，不管是蓝绿想要发动这个大罢免最后的结果我猜了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们回想前面几年，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哇，所有的晚上的节目通通在攻那个，哇，受伤很重。现在有那么多人同时要被罢免，这就会被分散了所以我是觉得，你来看这次从谢国良这个他罢免的这个案例他当选的时候举例当选得票是55%，这是被罢免，他的得票还超过那个的，最后的结果大概我猜也是这样子。当然大家讲萨卡都的那些人确实是比较危险确实比较危险这个，但是我真的不太希望罢免变成一个常态，
因为毕竟对选举的人啊，你要给现在不是他做不好被罢免，而是一个政治的介入，我觉得不太好。不是，民进党起码要罢免6个，而且当选6个。你罢免的这些人还要重选嘛？不是罢免以后就是民进党上来，重选你民进党不一定会赢啊，对不对？那而且国民党会罢免你啊。如果那个气氛那种当时已经激化强烈到国民党有人被罢免，民进党也会有人被罢免的。有人就表示蓝绿那个气氛都很高昂了，所以要民进党想要靠这个大罢免变成翻身，变成超过半数，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了。如果成了，你高兴还是不高兴？不管成了是选民的决定，我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嘛。我感到非常的悲哀，因为这个是全世界首创，选举没有用，一定要复决再选一次才算，哪有这样的事？全世界没有这种事。但是我认为就不会成到。那你就讲说不会成就啊？我讲了不会成了嘛。来，伟山怎么看？应该是说所有的案件当然都要经过调查，只要有人有这个想法、有意见，或者找到某一些证据，那当然检方你收到你就要调查嘛，不然就叫吃案。那所以调查之后，其实很多案子啊，在台湾的司法上面，你只要是这个证据没有证据力到一个程度的话，基本上要成案本来就是困难的。那当然在这次里面，当然就是就让他们就没有起诉了。那但也并不代表说中国对台湾没有这个渗透的意图还有事实。那中国这一次在选举里面也用了非常多的手法在影响台湾的选举，那我们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用非常多的这个经费来做这个很多的置入性新闻，或者是认知作战，或是很多的图卡，甚至是购买网红这样的行为，其实在台湾行之有年，那越来越严重。那所以这当然是我们必须防范。这个新型手法真的太多，绝对不是现阶段的法律可以处理。我想这还是有赖立法院有更多的能量来处理这样的法律。不过我是觉得我们要对我们的人民有信心了。你是这样宣传一下什么，它就变了。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了哈。那另外呢，陆委会是说80%的国安案件都是退役军警，因为刚好最近有一个退将高安国嘛，他拿了钱说收了100万，说呢他呢老共都打台湾，他要做内应等等，那也都是天方夜谭了啊。那乃金，那高安国的案子是非常离谱的啊。刘湘斌将军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有去曝露这个高安国的行径，他非常的嚣张啊，而且呢，他在跟过去的军中的同事呢见面之后呢，他就自己就组建了部队，就分封了这些的将领呢，你当什么长，你当什么长哈，然后这些人他完全都不知情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却因为他的行径呢，使得这些退将呢受到了牵连，然后被这个约谈啊，实在是陷过去的同袍于不义啊！我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一个曾经受到国家栽培的高阶的将领啊，却在之后呢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这是叛国的一个行为，本来就应该要用非常严厉的这个司法的标准来对他进行审判。至于说里长的部分呢，虽然说21名里长呢都没有遭到起诉，但是他的寒蝉效应已经形成了啊。当时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在台中也有很多的里长被约谈，然后那时候的国民党那时候还是参选人啊，这立委包括这个罗廷伟啊，还有这个廖先祥，他们出来帮他们开记者会。我觉得他们帮他们开记者会，对于那个时候呢，阻挡这个寒蝉效应的继续扩大，在某个程度上面呢是发挥了效应啊。可是当这个我们的司法体系呢，透过这个反渗透法来去监察这个民众的这种交流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他在未来，他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的时候，他所会发挥的这个作用他对于基层的两岸之间的交流会产生重大影响。现在接下来很多像比如说什么宗教团体呀，你要到大陆去交流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胆战心惊的。当时约谈这些里长的确造成在基层造成很大的寒蝉效应啊。对，我觉得我现在对台湾的司法其实可以说是相对悲观的，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政治力介入也好，或者是说制造这些寒蝉效应也好，其实已经一次一次都体现在台湾的不管是社会上头，或甚至在政坛上头。其实司法是讲求的无罪推定的原则，而且应该是要用证据办案。可是我刚刚也非常遗憾，听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呢，用这种思想犯、嫌疑犯的方式，就要把人家扣入罪，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接受，在民主
主的国家。那在司法呢高度有争议的状况之下，特别是很多的检方会用这种怀疑论。然后呢，在这个选举期间说，我怀疑有介选的事实，只是因为凭借着他去了中国旅游，然后呢就把人抓起来或移送法办，然后接下来呢放了很多新闻给媒体，放了很多的新闻给媒体，然后呢给媒体在这个资讯不对等的状况之下，造成了很多人的被误解，或者是被。根本就是直接被有罪定论了，然后接下来司法还他们清白，还他们公道嘛？事实上，迟来的正义根本就不是正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在柯文哲主席他现在在狱中，那现在到底有什么证据？他已经被起诉了，还把他扣在里头，让他没有办法回家。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司法已经被人民高度的不信赖，自己要想清楚。就是这些里长如果到大陆去受了大陆的落地招待，回来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就表示我们对我们民主要有信心嘛。吃顿饭又怎样呢？今天吃你一顿饭我就变了吗？你要对我们自己的人是有信心的。来，领导，这个案子我感受非常深，因为2024年我们不管是总统跟立委的选战，在攻防的过程中，其实检方就是用这种吓你的方式，从北到南就一直约谈。那后来里长要出来拿旗子，要支持特定候选人，他怕有对价，他也怕说我支持会不会被清算，然后没有当选不是这个阵营会不会被司法的追杀，所以到最后把这一群人都锁进在家里，出来没办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检方的判决有2个，他说如果他不知道行程没有主观意图，他是无罪的。第2个，如果他回来是一个个人的政治自由，没有特定被order去做这个政治自由，他是无罪。我只是提醒现在的检调，2024有这个判决，2028千万不要再来一次。洪泰兄，我觉得选举啊，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民主啊。其实台湾的民主，我觉得相对是成熟的哈。在这个成熟的过程里面，我也非常期许，也希望哈，就是我们的司法检调哈，你不要去牵涉到任何的阵营啊。